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哈？觉得今天的内容呢，每一本书都是很精彩哈。那大家可能因为不是很熟悉，所以有点紧张啊。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轻松一点哈。然后那我们现在就开放问题讨论，然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应该听到各位讲员的分享呢，应该有一些你想要问的问题，或是你在自己的家庭中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啊的部分。那我请协工先同时帮我们分派那个问卷调查，大家可以同时填。那我们就开放讨论，回应也可以，有什么感想？这些书我先自己讲一下，我觉得每一本都非常的精彩。我刚刚就是有给大家稍微翻一下这一本童书，是非常的可爱。因为呢，我看到那个小朋友哦，就是 kindergarten 的小朋友，他们都迫不及待自己就是在那边翻，然后他们就会自己会去念、去认字，然后会学说哦，像这个小动物啊，它有什么好习惯。那我觉得爱看书的孩子，就像刚刚谭律师分享的，其实我觉得各位父母亲，你们在这边就做到了刚刚谭律师分享第7点，都在自我分析。那我觉得大家的家庭呢，也会因为这一点也会更棒。所以对，而且也强调就是小孩子应该锻炼身体啊什么的。就是说，锻炼身体其实不光是身体好，也是一个意志锻炼。就是说，对你长大以后，规范自己的行为也是个好处。所以从小养成锻炼身体，小孩子应该是挺好的，就是注意一下，是有意识的注意一下就挺好。不光是就是说我们一些知识训练，有时候这些方面的习惯行为养成也挺重要的。好，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想要分享？其实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李师母，我想请问为孩子立界线，刚刚讲到说他提到11岁以前主要教导孩子独立自主，然后生活的技能。那他有讲到11岁以后是怎么样吗？11岁以后就是为青少年立界线。是另外一本书，所以那个内容就在另外一本书。对，但是这2本书呢都非常的实际，会提到一些实际上的一些例子，你应该根据这个界限呢，你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带领你的孩子。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界限这一系列的教导，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界限的观念是很模糊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父母亲超越了父母亲的界限，进到孩子的领域，然后就要强迫孩子变成自己，然后或者是孩子呢，也因为不清楚他跟爸爸妈妈的界限是什么，他们也强迫爸爸妈妈一些不愿意的事情，然后所以中国人的关系都很纠结，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真的对我自己也有好大的帮助，很鼓励大家来多看。我也补充一下，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界限呢有一些迷思，就是觉得我立界限的话我是冷血，我是没有爱心，但是刚刚好相反，你就是因为爱，就是因为爱的缘故，你愿意来立一个界限，尊重对方，尊重自己，就好像上帝尊重我们。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他虽然没有那么明显讲到立界限，可是他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回应一下老师。他说到就是他去参观一个village，他觉得很奇怪，有一些人他们的草地always就变成路刺了一坑一坑，可是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就是一片绿油油。而且呢，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开始在建立他们草地的时候，他自己的园子好像比自己的孩子，刚开始都要照顾的时候，那个比较聪明的，他们会立一个栏杆，然后让那个路不能够进去。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无奈，因为他没有栏杆立的时候，上面还有一些就看着不好看。可是他在上面开始种花呀、种草啊的时候，看起来是很亮的。可是那个没有栏杆的，就是他就是好像很感觉很自由嘛，就是绿油油的绿。可是呢，等到那个鹿的季节来，一群鹿就进到他们的这边去，在
完账我就把那个没有立栏杆的我就吃乱七八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界限可以用这样子，因为界限实际是因为为了保护它的一个原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但是就是说，我们立那个界限，就是真的是爱的出发点，保护。那个界限就是，我想界限有一次说好像是去立规条，我想看那本书，我知道那个界限就是有一个关系上的突破，认识自己。就是他这本书也就讲，第一个个人成长的习惯就是有一个原则嘛，就是想一下你周围不同人的各种不同的关系，然后每一个关系里边稍微有另一个原则，平常就是你对父母应该怎样，对小孩应该怎样，对，就是稍微有一个原则可以遵守，这样的话你就行为的方式就比较有规范一些。然后最好就是养成一个习惯。那我们平常要是养成一个，比如说像我男朋友，他比如说他小时候他就喜欢开门的时候嘣一下就关了，他就这个习惯很难改的啦。你长大了之后就很难改。如果小时候就养成这些有效的习惯，就会好很多。我想这本书还有个概念，就是说先做人再做事。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觉得我所谓的做人跟我们一般世界上讲的做人不太一样。一般人讲的做人，你要送礼物啊，要讨人喜欢啊，要给人家面子啊，给自己面子。但是在基督教育里面讲的那个做人呢，就是看重人际关系，就是你看重你的 EQ。如果你看重你的 EQ， 还有别人的 EQ 的培养，看重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把事情做好。所以先做人，再做事。看重自己的 EQ， 不一定就会 EQ 就变好，不会，但是有想要把它变好。所以那个。我想神所说的那 EQ 不是天生有的，有些人说他天生 EQ 比较高，可能是他比较乐观一点啊，或者说是好像比较容易去跟人相处。但是在神国里面讲的 EQ 呢，其实是你被破碎了之后，你接受上帝的这种建立关系的那种概念，来建立关系，所以是圣经的 EQ。是被训练出来的，而不是天生而有。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boundary， 那boundary with kids， 那我现在离3岁半还不到，然后想说常常会跟先生有很大分歧的意见，那就是这个时候怎么样来解决，又能够尊重他，但是又能够这个boundary设得比较好，或者说对他说了算，因为他很有可能犯很大的错误。父母不同调的时候怎么办？对，是。先生跟妻子首先要沟通讲好，然后你才可以说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去教导孩子，不然你教这样他又不满意，他教那样你又不满意，那孩子无形当中就会吸收你们这些不好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你说他1岁半，他可能什么都懂的，他可能不会讲，他可能都在默默的观察。那我想刚举我那个师母刚刚讲到学校的老师，一般是你有时候可能跟你先生的原生家庭也有关系，你要去考虑说他为什么一直秉持这个态度，那他的论点在哪里？我们要学习去接受不同嘛，那这个是蛮重要的。那这个就跟我跟师母讲到我学校那个去辅导的课程。我的专业不是辅导，但是我想说要做一个传道人，应该要去学习一些辅导的课程，所以 family 跟
manage 康城。那其实去那边不是去学怎么样去辅导别人，是我被辅导了。那他就把你一些原生的东西，你不想去碰的东西都拉出来。那我想这个你可能跟你先生你们两个可以去讨论一下。那这样会建立你们的关系，自然而然你们就会有更多的共识。那这跟我刚刚分享那个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相关，因为他们就缺少沟通嘛，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观念，自己所要坚持的东西。那慢慢的，你有一些共同做的事情，不一定要讨论说，我们今天就来讨论怎么教养孩子，不一定。你可以跟他建立一些兴趣，看书或者是运动，你们慢慢就会有共同的东西。然后彼此就越认识自己，彼此就越接纳，这是很好的出发点。不是说我每次都是这个有症结点，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解开，不是这个。所以平常的时候就要经营夫妻的关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两个就慢慢越来越重要。这个跟作者他所强调的是一样。但是如果这样子还是意见不同的办法，还是意见不同，还是不行怎么办？我想着，如果真的你们彼此就是讲到说你要学习别的家庭，你可能可以把这些问题带给你相信的人，你可以跟他有深入沟通的人，那看他们第三者的角度来评量说哪个比较合理。那这个是好像慢慢的可以去学习的。那更不行，你可能就是需要去找专家，找辅导。可以读这本书，怎样做 teamwork， 怎样可以作为一个 team 来去教育你的孩子。可以分享一点。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那我们不是说拿这句来针对我们的先生，嘿，你要让我快乐，你才会快乐。可是我们想想，神造男造女是男人要的是面子，是肯定，是解决问题。我们女人呢要的是感觉，要的是爱。对，所以我不知道你这先生信主了没有，但是有些时候先生信主也是一样很固执啊。所以跟信不信主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关系就是他的性格是不是成长接受过程。但是不管先生怎么样，我想我们做妻子的，我们的快乐不在于我们先生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在于上帝他是他肯定的自己的是谁。所以说，如果说夫妻可以一起 work out， that's perfect。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常常不是这么理想，那如果说是最糟的情况，你觉得他大概也还没有 ready 的跟你沟通，那你可以先跟神沟通，你先找到你自己到底是谁，然后 happy wife happy life， 你用顺服的方式，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少不了一块肉嘛。你知道你是谁，然后你配合他，在他看到你生命的改变跟配合里面，他也会去想是怎么回事，他就愿意聆听。那再加上小孩说13个月，15个月，我的小孩在大概13个月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个人自我的意识了，他想要找他自己是谁。所以呢，他就会challenge 很多的 boundary 和 authority。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拿了一个鸡毛掸子来做一个家法，对，一个家法。但是呢，这个美国你又不可以打小孩，所以我们那时候住在那个 Union Square 里面，这是秘密了很多人。他一不听话，我就拿起我的鸡毛掸子，然后先把窗户关上。那小孩一看到，哎呀，窗户关上了，他就很害怕，就不敢再怎么样。后来我们再拿那个鸡毛掸的时候，这个掸子的毛呢慢慢掉下来，他觉得很好笑，我也觉得很好笑。然后 eventually 就不需要用打骂，但是他要知道他是小孩，我是大人，大人要听小
小孩要出来，所以大概从他13个月到4岁半，我都要依靠这个气泡袋。但是感谢主，4岁半以后呢，我再也没有需要这些动作。刚刚师母分享到那个妈妈是需要快乐、需要感觉的，然后爸爸呢需要被尊重。Exactly， 我们也是这么想。我们本来这次有一本书是关于妈妈快乐的妈妈。如果妈妈不快乐，没有人会快乐，有这样一本书。但是呢因为今天我们的内容太多了，太丰富。但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妈妈我们是说快乐妈妈，但是呢，爸爸是好爸爸，爸爸很需要被肯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刚刚也在想到说，妈妈有的妈妈爱很多很多，他们有时候爱到忘记自己了，所以没有帮助就很容易会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学习这个真的很重要，要做一个快乐的妈妈。虽然你有时候在顺服中，还是有一个很健康的界限。大家有没有其他要分享？我今天听到好多感动的东西哦，是我要留给你们分享。或是心里想说，我一定要买一本回去看给你。就是在内容很棒，每一本都很丰富，所以三言两语没有办法把你讲。这个是很好说。对，这个活动不错，可以让大家以后自己也可以上来讲一讲，看到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对，我们刚刚也有就是问卷上有写到说，如果你愿意来分享一些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书，也都欢迎大家。那如果没有人要分享，我就继续分享。我今天有一个很感动的，就是其实关于师母讲到天国的文化，关于讲到就是我们有爱啊，就取代了那个处罚，取代了那个规定，是在神的爱跟那个尊重和安全感里面，让孩子是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发展，有一个安全感的。那个是我觉得，因为我的家庭也不是基督徒的家庭，那我的父母亲，传统的中国人的父母亲是很严厉，然后期待又高，然后每天家里都吵吵闹闹的。我觉得那个天国文化真的是一个福音，对孩子来说，怎样可以快乐的、没有惧怕的成长？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如果爸爸妈妈是可以把那个尊重的爱，不是狭制的爱，把你捏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医生或者是总统的那样子的爱，那个孩子真的会是一个很美的神的创造，不一定是赚钱最多的，也不一定是最杰出的，可是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神眼中的快乐的孩子。我觉得那是我们很期待的，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宝贵，那个自由在神里面的自由，那个爱带来的那个美好的结果，这不是世界上说的那个美好，第一名啊，那个增进，或者是说赚很多钱的那种优秀，而是一个知道去爱跟可以很快乐的，那个我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讲到用神的对我们的肯定取代表现主义。我觉得可能中国人对这个都好重视，怎样可以表现肯定，在那个成绩当中肯定自己。我不晓得这边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已经为孩子立好目标，将来就是要进哈佛，或者是常春藤，
或者是将来就是应该要做医生啊，这么聪明，或者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神给我们的那个尊贵啊，跟神给我们的那个身份，取代了我们要那个表现跟世人的肯定，我就觉得那个很棒，我觉得很感动。我想，如果我爸妈小时候知道这个，我应该会比较快乐。稳定我们的思想，稳定。不过可能就是因为你有经历，所以你的小孩还没有小孩，希望以后小孩会快乐。不过我很实际的再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爱处代替处罚，并不代表说我们不处罚孩子，而是你的处罚的方式绝对不是用惧怕让他怕那个处罚，然后他要变乖。那种东西，那种不自由辖制的感觉，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孩子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说的那个处罚是改的方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书上讲的，他两个小男生，一个4岁，一个6岁的时候，顽皮，两个人一起睡一个房间哈。所以等到睡觉时间到了，对不对？然后去睡觉，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他的两个孩子说，今天晚上你们去睡觉之前，关房门关了以后，我不要听到你的声音。好，我不要听到你的声音。小孩子就说，那如果就小孩子很聪明啊，他就会讲一个理由。那如果怎样啊？如果比如说那如果哥哥问我说要做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呢？他就是简单的，我不要听到你的声音。哇，这两个小家伙就很高兴说，我可以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小声不要让爸爸听到。但是你想怎么可能？一个4岁，一个6岁的男生，一下子没多久，对不对？里面就不让。然后呢，他把房门打开，就看到弟弟在哥哥床上，然后两个人这样打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告诉弟弟对哥哥说：“你们累不累啊？你不累啊？给他一个扫把，给他一个抹布，就叫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叫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小孩子做就反正就会累。其实他是一种处罚的方式，可是他不要用那种，就是好像很负面的那种态度的感觉，让他们去做啊。好累没？好累的关他们。所以下一次呢，1次2次，这个可能不会只有发生1次，这可能会发生很多次。”然后很多次他都用同样的方式，很冷静，一定要很冷静，不要听到你的声音哦，还会听到很吵的，再一次，就这样子。每次的小孩很聪明，他就会发现说，接下来他就要去拿扫把，要去扫地啦。他知道那个对他来讲他不舒服，他不喜欢。虽然，可是呢，他父母并没有表现出这个事情是一个坏事情，要不然他会觉得扫地是处罚的话，就觉得是坏事情，那他以后可能去扫地、去做家事、做负面讲。所以他就这样子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所以呢，这是一种很技巧的把他们规范他们的行为，但是不是在那种很高压制你，然后你就会害怕的那种情况，他要很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小孩子的这种，那我们跟孩子之间可以有这样子，尤其是你们还有小孩的东西，那可以开始学习这样子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界限，你告诉他说不可以吵。但是你不是用那种高压的处罚的方式，然后让他不觉得你接纳他，因为有很多孩子他会以为他不乖，爸爸就不爱他，妈妈就不疼他，然后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谢谢师母分享。Niki 有问题？对不起，对，有提问。因为我是蛮感慨，就是像因为我是17有提到，在跟当认识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说，我们有些甚至说是身为父母的基督徒，我们不会教自己小孩，我们只是认为说，我们所谓的教育就是不用妖化的，就是反正就是觉得说为的是爱的教育，可是爱的教育不代表说是没有界限，没有任何的那个 rules， 对。可是我是觉得说，我们就是我是对，像我认识的人，现在小孩已经青年学会以上，现在开始想说怎么办？小孩已经把受控制，可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建立好的一个规范，然后现在就已经，我不知道我就想说，现在他来烦恼会不会太慢了，太迟了？不会吗？所以习惯不是25天吗？对，所以就觉得但只是其实可能可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比较多是这样的，就是
要跟大家要共鸣一下。因为我突然间好像这是另外是一个题外话哈，为什么除了这本是英语原文，可是其他的都是好像是原文翻译的书，然后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中文的作者真的作者？对，这也是让我觉得说。有啦，只是今天刚好选到这些嘛，因为这是最现在 popular， 也有其他中文的作者写的关于 parenting 的书是很多，其实亲子关系的书真的是最多。因为我突然间你可以推荐啊，没有，我想太多，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受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一代，我们可能写不出。这种，或者是可能我们还是要一些观念还是要被打破，还是要萌发一下，对，所以这是我的观察，对。不过中国文化里的那个亲子教育好像是跟西方的这种有点不一样，就是思考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好像都比较倾向于使用西方人的那个教育方式。中国好像传统的都是高压的，对吧？而且也是没有那个很多具体的研究，这种高压下来是什么样子。我虽然他是西方人做的书，但是我觉得他自己讲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原生的家庭的时候，我觉得很类似我们的，这不是东方西方的，我觉得西方人也有那种在那种非常非常有能力，或者是非常非常不像我们中国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画的那个切是中国或西方的。那基本上其实我觉得今天很久，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个杯子里面，我真的觉得我很邀请。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这边在这里，真的是欢迎去思想一下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其实是真的是可以改变这个文化的一个习惯，你需要去用力去思想，不是说就是说它自然就会发生。所以我刚刚强调的神的文化、天国文化，其实就是神自己他的心思，他的这个他所造的人的生命当中所要做的终极的目的，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然后也会帮助我们建立跟别人的关系、跟亲子关系。所以这个作者，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他从小没有爸爸，那这就是我讲的天国文化的一个关系，他就观察说。他旁边的这个朋友的父亲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这个张爸爸是一个中国人，他收养他为义子，所以他受到基督教影响很多，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我们眼光当中当然是很有成就的人，但他很感谢这个张爸爸，所以他有一些观念也不一定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因为如果是你是用天国文化，我想中国跟外国都是一样，因为我们传的是同样的东西，不会差太多。谢谢四伟成，因为我看还有一位姐妹哈，那位姐妹是不是有什么想分享？我是学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的，本身学这个的，每天在学校里面对这些小朋友。9个半小时、10个小时这样子，所以我平时有时间的话，我也很喜欢读一些那些中国教育家写的这些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大环境影响下，中国很多这些教育家，他逐渐开始接受西方的这种教育，而且他们写的书，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只不过是中国这种大环境可能还没有改变，所以说它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明显。然后我刚才听了，就是说，您的这个分享，我就非常同意，就是你的这个刚才就说关于惩罚小朋友这个，其实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教师就告诉我，在学校的一堂课里面，你接受的这种新生，立规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通常会把立规矩放在第2天，第1天我们老师要干什么？要让小朋友知道，你会在这课堂里面对我将来会感受到很多的快乐。A lot of fun， 就是说，学校就是一个游戏的地方，是一个让大家彼此交流、交朋友的地方。然后我们老师会说，你可以在第2天的时间给他们立规矩，但是立规矩的时候要注意
尽量不要使用 negative words， 不许 you do not do this， you cannot do that， 尽量是用一些比如说启发性的思维，比如说1年级的因为我是 early childhood， 然后就是说小朋友，比如说你可以给他们来一个就是头脑风暴，就说 Hey everyone， 想一想什么样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学习就是让我们的班级学习环境特别好啊，这时候小朋友就会说嘿。应该尊重彼此啊，然后应该尊重老师啊，然后 be polite 啊，然后 be respectful 啊这样的，然后不要大声说话，这样帮助each other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让小朋友自己说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就蛮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不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做错的事情，你就拍手，嘿 ，you go time out。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我们熟悉听的。You go there， 就是我们是，这是需要很用力去把它改变，然后也学习用我们怎么样用正面发展建议式的，让他自由做选择以后，他发现他的选择得到结果，他自己很满意的时候，他会更好。但是必须放下。对，可是我觉得要对了，没有了。对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讲可能会很有效，因为他们懂。可是你对像2、3岁的，他就是爱吃糖。难道我要就是放任他吃糖，我不管他，我不恐吓他，我不恐惧他，那我让他吃糖，一直要等到他牙齿坏掉了，他才知道原来吃糖不可以。可是你要很早就要告诉他，这是真的不可以吃太多，还是要跟他讲。就在界限这本书里面讲到说，你种的是什么，你说的就是是他要听话，对，牙齿坏是。那如果像孩子，我们有时候也应该坚持一下那个原则，比如说小孩不能吃糖，你就要坚持啊，你就不能够说有时候坚持，有时候不坚持，那你可能就贯彻不下去。不要让他有太多的那个 temptation 哈。如果说他你不想让他吃糖，你家就不要有糖，代替其他水果。跟这本书没有相关，所以有一个观念是伤心跟伤害。孩子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伤心，但是伤心就是他吃不到糖，他会哭嘛。但是我们应该要坚持，但是你不是要去伤害他，所以伤心跟伤害的这种观念，我们可能要去建立。那很多时候我们一发起脾气来，你是伤害他，自尊心你是伤害到他的内心，这个自己家长有时候没有好好控制的话，会造成的。那孩子某种程度的伤心，他们是慢慢可以，因为我们也是从某种程度的伤心慢慢建立说，这是有一定的标准在那边，有一点规范在那边。就是四伟传道刚刚讲那个伤心跟伤害那2个分别很重要，那就是界限的那一条线，什么时候要说 yes， 就是他伤心是 OK 的，只是如果伤害的时候就要说 no。所以如果他不给他吃糖，他不开心，可是不会伤害到他的健康，就应该要有那个规范。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就是说你的规范太多了，他在家里得不到，就是跟这个也不行，就是吃糖也不行，那我在外边没有的情况下，我就偷偷吃好多，我就在外面偷偷的干坏事，爸爸妈妈不在家，没有人管我的界限了，这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我们真的是误会了什么呢？其实爱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他知道你爱他，在爱里面你就是有安全感，那就算外面的，就是对他的吸引是有限的。就是说，你平常几乎1天24小时24/7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知道你爱他，你很爱他，所以。因为那样子的爱，他会相信你的管教，然后你也很清楚的哪一些是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在他有安全感的情况下，长大之后，他也会将来也会是一个懂得爱的人。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管教的前头是我们先要建立关系，是那个 foundation， 就是爱。even 我在打他的时候，他也要知道我是爱他。
当然，那个我们所谓的打猎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所以注意还是那个爱。如果说我的小孩子或者我同工嘛，或者是办公室的同事，我们先建立那个信任的关系或者爱的关系，我们在沟通或者有冲突的时候都容易解决。同样的，应用在管教孩子也是一样的。我想Early Childhood会讲的也是这个。我觉得就针对他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想过，就是说，因为我之前读书的时候也接触过一些我的那些高中同学，就是在家里面，父母这个规矩非常非常多，可是因为不喜欢这种束缚，所以他在外面经常蛮容易放纵自己，就是在学校也不太好好学习。我觉得这个原因造成是因为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欠缺，而是父母是绝对权的。OK， 我说的这个是法律，我说的话就是法律，在家里就要尊重，就要遵守，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的朋友就刚才说，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就是说不许吃这个糖怎么样，他在外面偷吃，我觉得可能是妈妈跟孩子换一种，就像你说的，换一种方式，让孩子也可以接受，说吃糖会有什么样的坏的影响，给他看一些图片，看一些什么样的牙坏掉或者什么，从小建立非常良好的这种良性的沟通。那不是说我说的，嘿，我就是我，因为我懂比你多，我是你妈妈，你就得听我，我说这个东西坏。然后时间长之后，孩子一点点成长，他会觉得家里边的这种束缚就让我非常不舒服。家就是一个让我感觉温暖的地方，父母就是我永远可以信任的人。对，所以就是。所以如果刚刚照你说的，就是说平常就有沟通好的关系，小朋友他就会可以自己去做正确的选择，因为你有教导说这个吃糖的结果是什么，你也可以去选，他会最好的结果不是你规范他，他自己选择我不要吃。因为我是学这个相关专业之后，我觉得我的成长经历，我就应该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教材。我是生活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的，就是我小的时候被定义出这个聪明或者不聪明，就是你可以背多少首唐诗。所以刚才他说的这个 Seven Habits，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小时候特别讨厌看书，因为我爸妈一直唐诗300首，毛主席诗词一直都是，我根本不理解我为什么红军不怕远征，狼来许先生，我现在都可以背出来，但是那阵的理解我不知道。就是你的定义中国小朋友这个聪明或者不聪明，就是你的哪种来。你可以读多少，你可以背多少首唐诗。因为我小的时候，如果要是背出来，我妈就打，跟家人会，这是因为文化的原因。OK， 别人家小朋友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然后我自从学了这个教育专业之后，我就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教材。但是我还好，我还没有说太消极或者怎么样，所以这跟个人性格是没有关系。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到了哈，非常的谢谢大家。